我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这场景竟没有让我感到丝毫意外。毕竟这种桥段在电视剧里看过太多次了，早已麻木。所以当医生站在床边，神色凝重地告知我情况时，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医生解释道，由于事故，你可能会出现一些记忆缺失，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唯独忘了自己已婚，甚至还有一个丈夫，这件事着实令人震惊。医生拿着病历板，语气沉重地补充，失忆并不会优先抹去那些不重要的记忆，老实说，这一点你我心知肚明，不是吗？但一只手握住了门把，随即转动，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我浑身一颤，双手死死地攥住了被单。什么？一个身着西装的身影站在床边，头部却是一团蠕动的布满吸盘的触手，这个西装革履的触手怪物居然是我的丈夫，这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那怪物的一头触手轻轻摇晃，再次问道，亲爱的，我想这触手不管怎么看它都不像个人类，我必须想办法逃离这个房间，尽量不要激怒这个未知的怪物。我挤出一个僵硬的微笑，颤抖着举起手说道，我想去一下洗手间。那怪物的头颅微微倾斜，问道，啊，好的，需要我帮忙吗？我连忙摆手，拼命摇头，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他的一根触手轻轻摆动，提醒道，你伤到了头，别这么用力摇头。我结结巴巴地抛下一句，我很快就回来，然后侧身溜出了病房。我真是疯了，我很快就回来，这算是什么告别方式？我沿着走廊狂奔，只有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回响，必须找到医院的工作人员，一个护士。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冲上前去，护士，请帮帮我！我大喊，我指着病房的方向，脱口而出，我的房间里有只怪物。护士的脸上写满了困惑。什么？我语无伦次地解释着，他在冒充我丈夫，但他根本就不是我丈夫，他甚至都不是人。护士试图安抚我，总结道，请冷静，你的意思是一个陌生人进了你的房间对吗？我激动地反驳，不是人，是怪物，一个触手怪物。我恳求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是真的，请报警。护士的神情忧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的。他接着提议，在那之前，我能先进你的房间看看吗？我急忙拉住他，不，里面可能很危险，或许只从门缝里看一眼。他却毫不犹豫地一把推开了房门。这个护士也太彪悍了吧！我非常震惊，他愣在原地，双手捂住了嘴，眼中闪烁着惊艳的光芒。他喃喃自语，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帅？我从他身后探出头，满脸错愕。什么？护士继续说道，他是明星吗？不对，这么英俊的明星，我不可能不知道。这张脸简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可那团蠕动的触手脑袋是怎么回事？我暗自吐槽。病房内，那个身影在护士的形容下，周围仿佛散落着玫瑰花瓣，开口问道，亲爱的，怎么不进来？护士捂住嘴，双眼冒出桃心，陶醉的低语，天啊，连声音都这么完美。我彻底愣住了，我一把抓住护士的肩膀，急切的低吼，你在做什么？快出来！他却一脸幸福的反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就是天堂。天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怎么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我难以置信地后退半步，呆呆地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绝对没错，那个触手怪物肯定对护士做了什么手脚。我转身就跑，绝不能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气喘吁吁地冲过走廊，终于找到了之前的医生。我一把抓住他，惊恐地大喊，医生，有怪物！我的房间里有只触手怪物！医生坐在办公桌后，看着我和身旁站着的那个男人，他平静地做出诊断，这似乎是事故的后遗症。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侧过头，冷汗顺着脸颊滑落。我总结道，就因为我摔倒伤了大脑，所以才会把我的丈夫看成一个触手怪物。我指着这个怪物向医生确认，那么你看这个人也是个正常人吗？医生肯定地回答，是的，在我看来他很正常，这或许只是暂时的副作用吧。我失魂落魄地拿出手机，照片里的人英俊的无可挑剔，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我究竟是怎么嫁给这种绝世美男的？我鼓起勇气向坐在椅子上的身影问道，那个。他的一根触手轻轻摇晃，回应道，亲爱的。回到病房，我坐在床沿，盯着他问道，我们到底是怎么结婚的？难道是我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威胁了你？他的触手一阵抖动，发出了古怪的声音，搞什么鬼？他是在笑吗？他开口说道，情况恰恰相反。我茫然地看着他，他接着说，是我追的你，亲爱的。他平静地叙述着，我不断纠缠，只为引起你的注意，我追逐乞求，想方设法诱你回头，最终，他总结道，我用尽柔情将你俘获，然后我们就结婚了。这样能解答你的疑问了吗？看着他头上2条弯成爱心形状的触手，我只觉得一阵恶寒。他用一只人类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触手脑袋，问道，你说我看起来像个触手怪物，具体是什么样子？我艰难地描述，从脖子往下，你就像个穿西装的正常人，但是脖子以上，就是那样。他追问道，那是怎样呢？我解释道，你的脸被一堆触手取代了。他追问，有多少根？我粗略地数了数，看起来有12根。他又问，那长度和粗细呢？真是的，他居然对这种没用的事情这么好奇。我暗自吐槽，我继续描述，
每一根都不一样，有的像小指一样细，有的比我的手腕还粗，而且感觉你身体里还有收纳空间，所以只露出了一部分。如果全部伸出来，可能会非常长。他的触手又开始抖动，搞什么？他又在笑，我可是很认真的在解释啊。难道他很乐意自己看起来像个触手怪物吗？他饶有兴致地问道。这12根里，你最喜欢哪一根？这是什么鬼问题？我尬笑着拨了拨头发，我敷衍地指了指，大概是第6根吧，那根看起来打扫卫生会很方便。话音刚落，他所有的触手猛地俯冲，仿佛听到了很有意思的事。他笑得浑身发抖。打扫卫生？你居然想用怪物的触手来打扫卫生？他笑得前仰后合，说道：亲爱的，你真是让我神魂颠倒。虽然这本该是句令人心动的话，但看着他那堆蠕动纠缠的触手，我只觉得他们像极了肠子。我不安地摆弄着手指，难以接受自己只是因为大脑受了伤，就把丈夫看成了一个触手怪物。我平凡的正常生活，怎么就变成了一场宇宙级恐怖片？难道说，从今往后，我的丈夫在我眼里，都会永远是这副触手怪物的模样？我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城市街道中央，身上还穿着病号服，四周的高楼在诡异的光线下静默地矗立着。缓缓抬起头，我金色的眼瞳中倒映出异样的天穹，天空的颜色，那是一种奇特的色彩，仿佛根本不该存在于地球之上。它确实存在，却又感觉本不该如此，似乎有什么东西大错特错了。凡是被那色彩触及的建筑，都在无声的崩塌。他惊恐地仰望着，眼睁睁看着城市在斑斓的光芒中化为齑粉。很快，我可能也会那样结束。我闭上双眼，等待这个时刻的降临，但我绝不能。亲爱的，一道男声响起，一道强光迸发，我的丈夫出现在面前，指尖捻着一枚流光溢彩的宝石。为什么我的丈夫会？还有触手？不，那不可能是真的。他站在空旷的斑马线上，一道绚烂的光环将他们环绕，绚烂的光照在我脸上。忽然它消失了，那吞噬了整座城市的颜色。我的丈夫俯身凑近，闭塞的眼眸里带着笑意，轻声说道：我们不是约好了要一起过甜蜜的生活吗？啊！猛地从床上惊醒，我尖叫着坐起来，这到底是什么鬼梦？我凝望着天花板，就在那颜色快要吞噬我的时候，我那所谓的丈夫竟然从天而降救了我。这要从哪里开始吐槽？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他的脸。唉，亲眼见到他本人和只看照片完全是2个级别。可为什么那样一个男人，在我眼里却像个长满触手的怪物？我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拿起手机，想着不要再睡了，要不要查查看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有这种毛病啊？找到了，卡普格拉综合征，这是一种精神障碍，患者会坚信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已经被一个一模一样的冒名顶替者所取代。比如在看着丈夫的时候，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男人不是我的丈夫，他只是长得像他，是一个冒充我丈夫的陌生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大脑功能受损，在见到熟悉的人时，无法产生特定的化学物质，由于无法感知到彼此的连结，便会将对方视为拥有同样身体的陌生人。这完全就是我的症状。是我的大脑出问题了吗？难道是我的神经线路错乱了，以至于当我看到所爱之人时，大脑的恐惧中枢反而被激活了？又或者就像网上说的那样，是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某种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可能只是那种药物不适合我，产生的一种暂时性反应。放下手机，我想着，如果真是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解决的。明媚的阳光照在斯托里大学医院的大楼上，一个声音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亲爱的，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他继续问道。我还像个长满触手的怪物吗？我将头埋在掌心，十分无语，因为我看到的是一颗星球，一颗该死的星球，你的脸应该在的地方，现在却是一整颗星球。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觉得随意交谈是不尊重的。我沉声道。他颤抖着肩膀，好像是笑了。他说道：太吓人了，正常点说话，宝贝。我补充道：我没有记忆，所以不确定正常是什么意思。他举例说：你知道的，混蛋，王八蛋，该死的疯子，天杀地怪胎。这话使我愣住了。那颗星球回应道：我敢肯定，你把所有带混蛋的脏话都用上了。他继续说：在整个宇宙里，没有谁比你骂我骂的更多。我机灵的反问：那是因为什么？你在别人有机会多骂你几句之前，就把他们都抹除了吗？他沉默了片刻，没有回答。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开个玩笑，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他终于开口，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我想我就是那种人吧。我感到无语，暗自吐槽道：真是的，吓我一跳，还以为你真的生气了呢。星球从蓝色变为绿色，我凝视着那颗变成绿色的星球，想着，那么颜色的变化是基于什么呢？迟疑了一下，我问道：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他握住我的手，轻柔地引导至他的脸颊。我试探着伸出手，指尖触碰到了那片闪烁的绿色，他的脸颊真的有普通人脸颊的触感。终于一切都串联起来了，我的大脑肯定出了问题，所以这个男人的脸在我看来才会是一整个星球。举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屏幕上显示出一张英俊的脸庞。虽然我看到的仍然是这个行星头，但只用触摸就能辨认出你的脸，感觉很好，几乎像在抚摸一只猫。发现我在拍照，他问道：拍得好吗？行星头变为粉色，他继续说道：很高兴你喜欢，我选这张脸是觉得你可能会喜欢。我吐槽道：
你又开始变得奇怪了。坐在床边，我突然意识到，说起来，我一直被你的样子分心，甚至都没问你的名字。我开口说，那个，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反问道，我的名字。一股不祥的能量突然爆发，我发出一声痛呼，紧紧捂住头，怎么突然头痛？而他站在阴影中，缓缓说出答案，我的名字是……我捂着剧痛的头，勉强开口，那个，不好意思，能请你再说一遍吗？他沉默了片刻，声音低沉地重复道，耀汉。我愣在原地，刚才那是什么？那颗星球的颜色？刚才他打断了他的思绪，问道，你今天想出院吗？他叹了口气，回答道，我想我应该出院了。他追问道，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难过？他坦白道，像这样的单人病房，我担心住院费会很贵。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为什么要担心那个？他递出一张卡，等等，那是黑卡吗？不可能。我十分震惊。他提醒道，反正付钱的应该也不是你。我长舒一口气，开心地说，呼，太好了。他问道，你就那么高兴吗？我理所当然地回答，当然了。这一下又少了一件要担心的事。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哦，有意思。他的语气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柔，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继续说道，我们以后要经常见面了，对吧？他的情绪变了吗？我发现他头的颜色又改变了。我想，既然我失去了记忆，现在是有点尴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情感距离会缩小的。到那时候，当然。他突然出声，打断了我的思绪，用肯定的语气说道，那颗星球瞬间变得火红，散发出炽热的光芒。他补充道，毕竟我们是夫妻，总有一天，你的脸大概会重新看起来像个人类的样子吧。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我难以置信地开口，等等，这真是我们的家？他回答道，没错，从今天起，你和我将甜蜜地生活在一起。我侧目打量他，笔挺的西装下是完美的肌肉身材，戴着醒目手表的有力双手，青筋毕露，简直是男人的终极力量组合。我感到脸上一阵滚烫。他察觉到我的目光，说道，你再这样盯着看，我会不好意思的。我瞬间涨红了脸，结巴道，什么？我才没有，为什么不？你是我的丈夫，所以你是我的，对吧？因此，我现在想怎么看这副身体，就怎么看。我在心里对他调侃道，不会吧？你真的和一个星球有一腿了，对吧？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和一颗星球到底要怎么做？等等，我们到底做过多少次了？他轻笑道，你真有意思。我感到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他继续用戏谑的口吻问道，你脸上那是什么表情？在想什么不正经的事情？我猛然回神，大声反驳，你这是什么毫无根据的指控？我才没有。耀汉的球形脑袋上冒出几个问号，他问道，你打算去参加嘻哈比赛节目吗？他继续说道，我当然会支持你，但说唱可能不太适合你，你的肺活量不算太好。被这番话噎住，我气冲冲地质问，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肺活量？耀汉用陈述的语气说道，我以前深入过。你没撑多久就开始喘气了。我瞳孔骤缩，整个人僵在原地，线下意识的滑落，心跳漏了一拍。我结结巴巴地问，深入什么？耀汉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他问道，宝贝，你在看哪里？我说的是我们接吻的时候，你投入太深，让我都喘不过气了。他补充道。我瞬间气到变形，额角青筋暴起，什么跟什么啊？这简直就像是故意给我设下的圈套，我才没有那么变态。现在的你，别说眼睛、鼻子、嘴巴了，连舌头都没有。我吐槽道。耀汉提议道，那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他大步上前，我被逼得后退一步，问道，什么？耀汉紧接着说，如果眼睛看不见，那就用身体去感受。他俯身靠近，我被逼至角落，急忙伸手抵住他。我想着，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我的初吻就要献给一颗星球。我把他推开一段距离，喊道，等等，这感觉太不对劲了。他停下来听我说话。我解释道，当然，我们是结婚了，但我什么都不记得，而且我完全没有做好这种接触的心理准备。我看着他那颗巨大的星球脑袋，补充说，老实说，我们之间也存在一点物理上的障碍。那颗星球突然静止不动了，仿佛整个宇宙都凝固了一般。耀汉的声音低沉地响起，但是宝贝，就算我们培养了足够的亲密感，我在你眼里依然不像个人类，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天啊，简直让人窒息。我给出了一个实际的答案，那我就只能试着接受了。如果还是不行，我就闭上眼睛，反正我的触觉又没问题。那颗星球脑袋瞬间变得通红闪亮，他开口说道，这个提议其实挺诱人的。我收回前言。角落里，盆栽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根黑色的尾巴从盆栽后探出，轻轻摇摆。耀汉问道，你看到了什么？一只黑猫从盆栽后探出头来。我指着他说，那是一只黑猫吗？耀汉看了一眼，他确认道，哦，一只猫。耀汉大声地问，你听到了吧？黑猫。黑猫点了点头。我汗颜，你也听得懂人话？耀汉评价道，还算聪明。我眼睛一亮，问道，是我们在养它吗？耀汉回答，它有点像宠物。有点，这是什么意思？我用手捂住脸，感到一阵无力。耀汉双手搭上我的肩膀，解释道，如果闪突然不见了，你别吓到。他继续说道，他喜欢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闪？我在心中重复道。耀汉补充说，他特别讨厌阳光，所以你白天可能见不到他。喂食的事情我会处理，你什么都不用做。我小声应道，哦，好的。跟着他走进衣帽间。哇，
到处都是奢侈品牌，环顾着这个巨大的衣帽间，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说不出话。这么说来，我回头看向耀汉，他正脱下西装外套，露出了里面穿着的蓝色马甲。他照镜子的时候，还会是那副星球的样子吗？我疑惑，视线不自觉地飘向了衣帽间的全身镜。耀汉察觉到了我的注视，他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我瞳孔地震，镜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大脑连镜子里的反射都能屏蔽掉吗？哇，这后遗症真的太可怕了！我颓废地坐在沙发上想着。耀汉将手机递到我面前，他问道：“我比你高2届，你真的不记得了？”我错愕地反问：“我们上过同一所高中。”他垂下头，语气中带着一丝失落：“关于我的一切，你都忘了？”手机屏幕上的证件照英俊的不像话，可我对他这样的学长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看着手机说道：“对不起，我很抱歉，是老师还是怎么着？你那礼貌的语气真让我不自在。”我忍不住问道：“我以前是怎么跟你说话的？”耀汉回答：“我们以前说话很随意，甚至会夹带脏话。这么说，在医院那次才是常态。”我眯起眼睛，怀疑地看着他：“你是说你比我大2岁，但我却经常对你说脏话？”他评价道：“听起来确实挺不容易的。”耀汉叹了口气说：“我现在非常后悔。”两人在沙发上陷入了沉默。虽然不知道我们之间恶劣到了什么程度，但既然最后还是结婚了，说明应该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吧。伸出手指立下约定，我说道：“保证以后别再招惹我了。如果我们越过了某条底线，恐怕就走不到一起了。”我暗想，他的星球脑袋发出柔和的黄光，微微颤抖着。他勾住了我的小指，轻声说道：“我保证。”他说道：“我必须承认，这很有趣，但回味起来却有些苦涩。”什么？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继续说道：“以至于现在就算你求我，我也不会再招惹你了。反正有趣的阶段已经结束了。”我无语了，这家伙是虐待狂吗？坐在沙发上，重新审视着他，我问道：“所以我们从高中就认识了？我们交往过吗？”耀汉回答：“完全没有。事实上，你讨厌我，我甚至没意识到我喜欢你。”我难以置信地瞪着他，追问道：“什么？那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耀汉闲适地靠在沙发上，他反问道：“你讨厌我，难道不是问题吗？”我的意思是，他总结道：“反正你最后还是喜欢上我了，对吧？”反正，我咀嚼着这个词，说的好像我的感受根本不重要一样。算了，这家伙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只有我自己才清楚我的心意是如何转变的。我换了个话题，问道：“那我之前工作的公司怎么样了？”耀汉回答道：“结婚后你就辞职了。”我反问：“我吗？”有道理，我想尽快逃离那家公司。他们不仅经常让我加班，连周末和节假日也要把我叫去工作，薪水还少得可怜，简直就是最糟糕的公司。耀汉突然问道：“有那么糟糕吗？”我抬头看着他，耀汉说道：“你在那里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本可以解决的。”我难以置信地问：“我工作的公司老板是你？”不可能，我公司的老板明明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吴明武。耀汉看出了我不信任，他说道：“你好像不相信我，要看看你的申请表吗？”我丈夫记忆中的我考上了首尔顶尖的艺术学校，主修视觉设计，一毕业就进入了他的公司，被聘为前途无量的年轻平面设计师。但我记忆中的我却完全不同，我只是凭着入学考试成绩勉强挤进首尔一所普通的大学，在不适合自己的数学专业里苦苦挣扎，好不容易才毕了业。为了找到一份破工作，我到处投简历，这差别太大了，简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拿着申请表，我眼中充满了怀疑。耀汉说道：“看来搞混记忆的人是你，所以说我那些记忆都是假的。那个因为考上了不想要的学校、不喜欢的专业而痛哭的夜晚，因为无处可去，只能像狗一样在公司卖命，得过且过的日子，这一切全都是假的。那他妈的，我到底是谁？”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耀汉将我拥入怀中，他轻声安抚道：“没关系。”他将我紧紧抱住，在我耳边低语。耀汉说道：“我认识你。”他的声音沉稳而笃定。如果你有什么不知道的，尽管问我。关于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将脸深深埋进他的胸膛，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啊，这就是得到使徒约翰救赎的感觉吗？在他的怀抱里，一切纷乱都消散在温暖的光晕中。绚烂的紫色藤蔓从虚空中生长，将我轻轻托起。我坠入一片缀满星辰的深海，意识逐渐远去。漫长的拥抱终于结束，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但这个姿势还是有点尴尬。耀汉轻声问道：“你现在好点了吗？”我低声嗯了一声，我拖着下巴，目光偶然落在耀汉空荡的袖口上，不禁轻咦了一声。耀汉问：“怎么了，宝贝？”我指着耀汉的手腕说：“你袖子上不是有袖扣吗？圆形的金属袖扣。”我有些疑惑，心里想，刚才袖口还扣得好好的。耀汉抬起手腕，解释道：“这个啊，我去书房拿你申请表的时候摘了。”耀汉顿了一下，继续说：“但是你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梦中的我回荡着耀汉的话，我不禁在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不可能！我猛然睁开眼，看见了端坐在床边的黑猫，他叫闪，看着毫无反应的闪。我感到疑惑，昨天耀汉一叫他，他就点头了，现在却不理我。我伸手想摸他，黑猫却猛地转身，用爪子拍开我的手。
怒视道：“礼貌呢？”黑猫猛地从床边跳开。我有点懵，这是什么诡异的情况？耀汉站在床边，问道：“你醒了吗？”我回应道：“耀汉，我醒了。”我看着耀汉一身正装，问道：“一大早穿得这么正式，你要去哪儿吗？”黑猫亲昵地蹭着耀汉的腿。耀汉回答：“没有，除了陪你去医院，我没有别的安排。”耀汉问道：“那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我看见耀汉的头上赫然盛开着一簇蓝白相间的花丛。我脱口而出：“你的头是个花坛。”我意识到不妥，赶紧解释道：“啊，不是，我不是说你的脑子像花园，我是说你的脖子上真的长着一个完整的花坛。”我有些无语的想，触手和行星已经够超现实了，所以我反而能接受。哈哈，但是脖子上长出普通的花朵，总感觉更奇怪了。咔嚓一声，我拿起手机拍了张照，屏幕上一张英俊的脸庞，在花丛的映衬下对我微笑。我脸颊发烫。现在耀汉看起来完全是我的理想型。耀汉伸手盖住手机屏幕，说道：“宝贝，别只爱屏幕里的我，也爱爱真实的我。”耀汉突然俯身靠近，吓了我一跳。耀汉问道：“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人类吗？”我盯着那簇花，回答：“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是有点。耀汉反问道：“如果花真的有眼睛、鼻子和嘴巴，那不是更恐怖吗？”我听着耀汉的描述，脑子里也开始浮现出画面，一朵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花，脑海里的画面越来越清晰。一张人脸突兀地出现在花朵中央，吓得我尖叫起来。一朵普通的花上面长着一张人脸，这个想法真的太吓人了。只要想象一下，一朵花动着嘴巴喋喋不休，还伸出舌头向你索吻。我抱着头惊恐地想，我宁愿对付长了眼睛的触手。我气呼呼地冲耀汉喊道：“你干嘛一大早就这样折磨我？”他俯下身轻声说：“和那个比起来，我还算好吧，所以试着觉得我可爱点。”我心想，好吧，我猜我得适应，天知道我可能这辈子都要这样生活了。我小声回答：“我试试。”耀汉问道：“对了，你睡得好吗？”我点头回应耀汉道：“我睡得很沉，你呢？”耀汉说：“不太好，我想念你在我身边。”我说：“这里只住了2个人，却有很多卧室。”耀汉听后问我：“每晚都在同一张床上，不会觉得无聊吗？”我听完后一阵黑脸，心想这个家伙。我开口说道：“我们分房睡。”耀汉说：“说实话，你有时也想一个人睡。”说我太粘人了。耀汉戳了戳我的脸说道：“但你总是太累了，根本走不到另一张床上去，所以你就在我旁边昏睡过去。”我听后一阵脸红，心里想，累得连去另一张床的力气都没有。难道说？耀汉接着说：“我最近精力有点不足，我想我应该多锻炼锻炼。”接着，耀汉脱口出道：“你要是锻炼，我会很感激的。”我听后脸不自觉地红了起来，在心里腹诽道：“你为什么会感激啊？”感觉到脸越来越红，我佯装咳嗽了一声，看着闪的位置空了出来，我开口问道：“总之，闪好像去了哪里？我还想抱抱他呢。”耀汉坐到我身边说：“我不太建议你这么做，你可能会受到创伤。”我有些疑惑的在心里想，创伤？抱一只猫为什么会让我受创伤？难道是因为闪是恶魔吗？耀汉说：“如果闪开始不理你或者不听话，就告诉他你会向我告状。”我心里想，告状？我是说，不管这只猫多聪明，它也不可能听懂这么复杂的话。耀汉看我不相信的样子，开口说道：“到那时就试试，相信我。”我不情愿的答应了。好吧。耀汉说：“好了，我去给你准备早餐，你快去洗漱一下出来吧。”亲爱的。耀汉抓住我的手，在手背上亲了一下。耀汉温柔地说：“这是你今天的早安吻哦。”他心想，今天的意思是？耀汉边走边说道：“明天会有别的东西，所以做好准备吧。”我心想，他又偷走了我的心，这让我稍微有点恼火。突然，一股花香钻进了我的鼻子里，我感受着这股花香，但是我不明白，耀汉头上的花明明只是幻觉，但是气味为什么会挥之不去呢？气味再次出现，又很快消失不见，我不禁怀疑起它的真实性。医生说道：“这是有可能的。”走出诊室，我有些恍神。耀汉看着我，问道：“你和医生说明你的情况了吗？”他是怎么说的？我开始回忆医生的话，回答道：“医生说，这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幸运的是，没影响到大脑。”耀汉听完后说：“至少不严重，对吧？”耀汉温柔地揽过我的肩说：“既然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走吧。你感觉怎么样？”
还能做别的事吗？我抬头看向耀汉说，我有点累，你为什么这么问？耀汉说，因为我打算带你放松一下。耀汉问道，我们可以在家卿卿我我，或者在外面卿卿我我，你喜欢哪一个？我心里想，现在出去似乎有点累。我问，如果我们在家卿卿我我，那具体是做什么呢？耀汉思考了一下，提议道，你想看上次你提到的那部电影吗？我心想，电影？耀汉揽着我的肩说，我们先回家吧。走到门口，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在等我们。我上下打量了一下他。男人自我介绍道，我是罗，是 CEO 的私人秘书。我回忆道，我们是在我出院后第一次去耀汉家那天见过的。我心想，罗来的时候就我们俩，难道是因为耀汉不想开车才叫他来的吗？耀汉看我一直打量罗，于是开口说道，宝贝儿，如果你一直偷看别的男人，我会嫉妒的。听完耀汉的话，我脸颊泛起了潮红。秘书罗先生无语道，哈，都说爱情是盲目的，但这也太……我心想，等等，当着你老板的面发牢骚真的没问题吗？而且耀汉好像一点也不在乎。这是什么情况？耀汉抱着我说，你问我和罗是什么关系？耀汉说，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只是个跑腿的。我感到一丝紧张和不自在，心想，对于一个只是跑腿的来说，他倒是敢当着耀汉的面说他坏话。耀汉握住我的手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有关系。我心想，这么说他父母已经不在了，是吧？我想我应该对他好一点。但尽管如此，我问，你在看电影吗？耀汉答道，在看。我问，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姿势吗？还有亲吻也是。耀汉答道，我们看电影时总是这样。我无语道，耀汉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耀汉问，就是觉得想这么做。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亲吻可爱的小动物，然后逗弄他们吗？我心想，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种事？电影结束，演职员表滚动。耀汉问，想再看一部电影吗？我回答，不了。我心想，因为担心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我根本没法专心看电影。我感觉到有些疲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耀汉见状问道，怎么了？你有哪里酸痛吗？我答道，有一点。我想我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了。耀汉说，你真是太脆弱了。我有些无语。然而耀汉还在喋喋不休，你这身体是怎么过的？我心想，我脆弱吗？耀汉拉起我的手说，躺下，宝贝，我来帮你。我惊讶道，你没必要做到那一步。耀汉却坚持道，来吧。我拗不过耀汉，只好乖乖躺下。我心想，这真的可以吗？我有点担心。耀汉问，哪里不舒服？我说，我想我肩膀太紧了，腰也有点酸。耀汉了然之后说，知道了。随着耀汉的按压，一股我难以忍受的痛感伴随着耀汉的按摩蔓延开来。耀汉的力气太大了，我痛得叫了一声。我忍不住让耀汉收敛一点手上的力气。我对着耀汉喊道，太用力了，轻一点。耀汉按着我的疼痛区域问我，是这里疼吗？我心想，疼死了，我感觉我的肩膀都要断了。耀汉说，这可不太好。我心想，不可能吧？男女的力量差距有这么大吗？还是说只有耀汉力气特别大？耀汉再一次开始了按摩，这一次我能感觉到他收敛了力气。我心想，虽然不像刚才那么疼了，但是不，这是错觉，还是疼得要命。我抓住耀汉的衣服，试图让他停下。我请求道，拜托，你能再轻一点吗？我抬起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耀汉。我能感受到耀汉也在注视着我。耀汉轻笑一声说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可爱？你这样让我很难办。耀汉轻轻拨弄着我的发丝，温柔地说道，你又让我想逗你了，宝贝。我回答，你答应过不再捉弄我了，拉过钩的。耀汉捂嘴偷笑道，好吧，我是答应过，这次我会尽量温柔一点。这一次耀汉明显温柔了许多。他轻声问，这样感觉如何？好些了吗？我说，还能忍受。耀汉说，那就好，从现在起我会更小心。耀汉温柔地按着，他得出了他的结论，你比我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如果我不收着点，可能会酿成大祸。享受着按摩，我却在琢磨大祸是什么意思。我心想，但我也是个人啊，他又不是一放松警惕我就会崩溃，除非……我开口说道，我只是以防万一问一下，你从来没有因为攻击或别的什么被指控过，对吧？耀汉听后扑哧一笑。耀汉安慰着开口道，没有犯罪记录，所以放轻松。耀汉把头抵在我头上说，我发誓，我看见那簇花丛贴着，我听见花丛里面传来他的声音说，有时候我真想打开你的头看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耀汉退回到我身后坐着，开口说道：“想都别想，我打算健健康康，完完整整的死去。”我问道：“不只是要活得长久健康，而是也要健全的死去吗？”耀汉说：“我其实不想活那么久，但我也不想英年早逝。”我说：“我想要的只是一段美好而普通的寿命。”耀汉问道：“所以既不是健康的长寿，也不是健康的短命，而只是健康的不长不短的一生吗？”我说：“如果我能健康的度过我这完美又普通的一生，而你还活着，那我就让你撬开我的头骨看一看。”我轻快地笑着说道：“所以，如果你想看我的脑子里面，你就得比我活得更久才行。”耀汉打断我说：“别说了，亲爱的，你让我感觉很奇怪。”我愣了一下，耀汉说道：“我只是开玩笑。”我有些抱歉地说道：“我伤到你感情了吗？”我收回那些话，我也不是认真的，我的头太宝贵了。我心想，这家伙比他表现出来的更有想象力，也更敏感。耀汉没纠结上面的话，而是开口问道：“但如果你可以永生不老，也不会死，你还会选择你现在的健康和寿命吗？”我开始思考耀汉提出的假设，如果我能永远活下去，不老听起来很棒，但永远活着就有点过了。我回答道：“就算外表不老，内心也承受不了。”耀汉疑惑道：“内心？”我解释道：“我的心态和我的意志力都不是很强，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远大抱负，非要活到天荒地老。”顿了片刻，我继续说道：“我只会觉得无聊，不只是我，大多数人都会疯掉的。”耀汉问：“真的吗？”他摸着下巴思考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精神力比你自己想的要强得多。”耀汉往锅中放入食材，饱满的米饭混合着大颗的虾仁，炒饭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看着耀汉翻动着炒饭，开口道：“下次我一定做饭。”耀汉问道：“你不是应该休息吗？”我看着耀汉拨弄锅铲说：“我做饭完全没问题的。”耀汉问：“为什么？我做饭到了难以下咽的地步吗？”我不安的抹撒着手说：“不，很好吃。”我愣愣地看着炒饭，心里想，但它和通常那种美味的感觉不一样，绝对不是我妈妈做的那种味道，也不像在餐厅吃到的那种，更像是从实验室里出来的，就像一台机器，精确的量好食材，然后进行加工。我问耀汉：“你是不是不喜欢食物？”他回答：“如果非要说的话，我不讨厌它，我只是觉得没什么意义。”我回忆着之前的事，心里得出了答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吃起来有点没有灵魂了。自从我出院后，每一餐都是约翰做的。耀汉不解道：“你居然能尝出这个吗？”我肯定道：“是的。”耀汉更疑惑了，他问：“但是食物需要有灵魂才好吃吗？如果它在技术上是完美的，谁会在乎它没有灵魂呢？完美的模仿品和真品没什么两样。”我说：“也还不错。”伴随着炒饭出锅，外面也夜色渐浓。我和耀汉沉默地吃着炒饭，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我鬼使神差地看向了窗外，一个可怖的怪物隐匿在床帘后面，然后他探出了脑袋，直勾勾地盯着我。随后，他像是察觉到我的视线，不再隐藏，把狰狞的面目完全暴露在我的视线内。我被怪物吓傻了，手抖得拿不住勺子，勺子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颤抖着用手指向窗户，哆嗦着开口问：“什么？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窗户上，耀汉察觉到我的不对劲，伸手摇晃着我，同时嘴里也在喊我：“宝贝。”看着我，我像是回过了神，脸上满是因为惊恐溢出的冷汗。耀汉认真地看着我问：“窗户上到底有什么？”我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好半天才像是找回声带一般说道：“外面有个巨大的鱼怪，不是完全的鱼，更像是人鱼，像一个巨大的鱼人混合体之类的。”耀汉看着脸色惨白的我，安慰道：“好了，没事了，深呼吸。”我听从耀汉的指令，大口深呼吸了好几次，随后又忍不住再次看向窗户，心里想：那个怪物还在那吗？窗外只有一片城市夜景，那个可怖的怪物已经消失不见了，就好像刚才让我吓破胆的那一幕，只是我的错觉一般。我们在这栋楼的顶层，我心想，我一定是看花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心想，我还在经历车祸的后遗症吗？我的大脑可能还是混乱的。耀汉开口道：“我们最近一起看过一部电影，那部恐怖电影《达贡》，你描述的那个怪物也在那部电影里，也许你的潜意识还留着那份恐惧。”耀汉抱着我，温柔地说：“还记得你小时候看了一部恐怖电影，然后因为幻觉看到了电影里的鬼，晚上就跑到父母的房间吗？”我问：“那件事我也告诉过你吗？”耀汉捧着我的脸，肯定道：“是的，你说过。”接下来，耀汉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我告诉过你，我记得关于你的一切。”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手机界面显示
电影《达贡》根据 H.P. 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改编，一部关于克苏鲁神话中怪物达贡的恐怖电影。我喃喃自语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没想到我看了一部恐怖电影，结果被吓得留下了心理阴影，真丢人。我关掉手机，不再去想那些事，躺在床上长叹一声。结果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完全睡不着。我走出门，看见同样没睡的耀汉，开口问：你没睡吗？耀汉看着我问道：睡不着吗？我说是的。耀汉说：我知道了，你害怕了，所以来找我了，对不对？因为看了达贡，所以一个人睡不着了。我听到耀汉的话有些羞恼，转身欲走说道：如果你很忙，没事，我走就是。耀汉急忙拉住我说：我不忙，别走，坐在这吧。拉着下，我抱着枕头坐在耀汉旁边。我心里在想，我不敢相信，我和一个我没真的见过样子的人坐在一起。耀汉轻柔地抓起我的头发说道：宝贝，你的头发有些乱了，我来帮你修一下吧。我把红透的脸埋进枕头里，和耀汉道了声谢。我心想，好尴尬，是因为我从前从未和异性如此接近过吗？我不是故意避免谈恋爱，只是仅仅度过一天，已经够难的了。还有那个我不能忍受的混蛋。我突然一愣，刚才脑子里的画面是什么？那个混蛋是谁？那个混蛋身穿粉色睡衣，我双腿并拢地坐在床沿，怀中紧紧抱着一个白色枕头。不，绝不可能。我的人生一直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平淡到索然无味，以至于当我在医院醒来，被告知失忆时，我竟然觉得终于有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还乐在其中。耀汉的声音从花丛中传来：怎么这么严肃？在想什么？我视线落在枕头上，低声回答：我没有在想什么严肃的事。耀汉继续说道：你的表情像是世界末日要来了一样。我反驳道：就算我愁眉苦脸，世界也不会毁灭。耀汉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他抚摸我的头发说：为什么不会？整个世界可能就因为你而终结，整个世界因为我而终结。哈，这罪恶感也太重了。他脱口而出：那我宁愿去死。你不能，难道你真的要丢下我一个人受苦吗？耀汉可怜巴巴地说。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顺势躺倒在床上，花朵散落在枕头上，他的脸庞显露出来，被散落的花瓣簇拥着。他仰视着我说道：你也躺下吧。脸颊泛红，我紧紧抱着枕头，一时语塞。真是的。我坐在床边看着他，我怎么会和这样的男人结婚？英俊能干又体贴，这一切好得太不真实了。卧室里亮着昏黄的灯，为故事蒙上朦胧的诗意。我轻声问道：你真的没关系吗？为了我，你已经好几天没去上班了。耀汉回答：现在这个世界，远程办公是很普遍的，有什么好担心的，宝贝？我低声说：我只是有点担心。耀汉安慰道：别担心，一切都好。轻轻舒了一口气，我回答：那我就放心了。缓缓闭上眼睛，我准备入睡。耀汉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就这样睡吗？睁开眼，我有些惊讶地问：一起吗？他握着我的手，肯定道：就这样，手牵手，手牵着手睡觉，应该没问题吧？我的意识逐渐模糊。为什么我睡不着？是因为我们太近了吗？他脸颊发烫，偷偷翻了个身。啊！一双手从背后抱住我。耀汉的声音传来：宝贝，再这样下去你会掉下床的。突然，脸颊上传来一阵柔软温热的触感，我的眼睛猛地睁大。那是他的嘴唇，对吧？他的舌尖轻轻扫过我的脸颊。怎么办？要继续装睡吗？耀汉继续进攻着，我大脑一片空白，身体无法动弹。忽然，他轻轻咬上我的耳朵，我猛地一颤，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呼。啊！他听到了吗？我有些紧张。耀汉的声音传来：宝贝，你醒了吗？冷静下来，人在睡梦中都会发出声音的。刚才那声呻吟，就当是半梦半醒时发出的。对，就当是梦话。总之，继续装睡。我故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耀汉轻笑一下，他的声音低沉的响起：原来你睡着了。他带着一丝笑意继续说：很好，如果就此打住，未免太可惜了。他的手再次抚上我的身体，我尖叫着猛然坐起，满脸通红。我尴尬地问道：什么？耀汉，你没睡着？他笑得浑身发抖，抓起枕头。我背对着他，愤然宣布：我要去别的房间睡。耀汉问道：为什么？还问为什么？这家伙是把良心卖给外太空了吗？耀汉坐在床上，声音从花丛中传来：我什么都不会做，过来吧。我抱着枕头站在原地，质问道：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说过只是牵着手睡觉的。耀汉回答：我确实只牵了你的手。他又补充道：直到你睡着为止。我感到无话可说，我起身离去。耀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真的要走吗？我回头毫不客气地反驳：你当我是傻瓜吗？我不会再上当第二次了。耀汉再次开口，承诺道：如果我保证在你醒来之前只牵手呢？我没有理会，抱着枕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耀汉轻声说：晚安。耀汉蜷缩在窗上，轻轻地说：快睡吧。我轻声回应：你也是。客房的门咔嗒一声关上了，我背对着门，脸颊发烫，想着刚才差点就屈服于诱惑了。回想起来，刚才太害怕了，根本睡不着。不，
不会吧？他不是全都计划好的吧？